我被人下药，打电话向沈怀言求救。沈怀言抱着其他女人，嗤笑一声：“黎生，别耍这些没用的。就算你在我面前脱光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”后来，陆氏总裁陆岩将我重重抵在门板上，咬了我的脖子，喘息道：“怎么，想让我当男小三？”而沈怀言在看到我脖子上的痕迹时，却红了眼眶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站在包厢门口，沾满颜料的穿着与里面的氛围显得格格不入。沈怀言的朋友先看到我，哟，这不是怀言的正牌女友吗？听说家里破产，爸爸进了监狱，不会是来借钱的吧？谁知道呢？怀言现在一幅画能卖几百万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沾光。沈怀言闻言跟着嘲讽一笑，原本放在两边的手搂上女孩的腰，女孩身子一软，整个人贴在沈怀言身上，挑衅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无视所有人，走到沈怀言面前：“我哥咖啡厅闹事的人，是你安排的吗？”沈怀言喝了女人手里的酒，语气轻蔑：“是又怎样？你哥先动的手，我们不和解，可明明是你们先惹事，我哥是被冤枉的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酒杯砸到脚边，我被吓得闭上眼睛，现场瞬间安静。沈怀言语气冰冷：“杀人凶手的儿子要什么清白？”我身子一震：“是啊，我爸是害沈怀言父母破产跳楼的凶手，所以身为美术天才的他才会答应我的告白，目的就是查到我爸陷害的证据，让我家破产，送他进监狱。就算现在沈怀言没有跟我分手，也是为了羞辱我爸了。”我极力忍住眼泪，能不能看在我们的情分上？话没说完就被沈怀言打断：“什么情分？是你对我死缠烂打的情分吗？黎生，能不恶心我了吗？”周围的嘲笑声让我无地自容，但我不能走，哥哥还在等我去救他，不能谈情分，便只能谈钱。要多少钱，你才能放过我哥？沈怀言呵一声：“钱，你给得起吗？”我能。听到这话，沈怀言抬眼看我，因为他也知道我能。虽然比不上沈怀言，但我也是美术专业的高材生，专业成绩在我们那一届一直是第一。我现在刚毕业，没什么知名度，可是沈怀言比我高一届，我的实力他最清楚。即使在疯狂追求他的时候，我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。沈怀言的经纪人打破了这个承诺：“钱就不用了。听说黎小姐和陆氏集团的陆总是高中同学，如果你现在打电话让他和我们公司合作，我就让怀言撤诉。”沈怀言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能帮我做决定？”经纪人笑：“你觉得他能说服陆岩？”随后便是全场的笑声，笑死了。我高中同学长什么样子都忘了，那可是回国1个月就收购好几家公司的冷面阎王。犹豫片刻，我开口：“行。”然后拿出手机开始拨号。没人想到我真的有电话，连沈怀言也不由皱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个号码记得那么清楚，许是高中毕业时男孩别扭地把纸条塞进我手心，语气却假装凶狠：“这是我的手机号，敢忘记老子揍死你！”这么多年我从没打过，不知道陆岩有没有换号码。电话响了好久，没人接，周围人开始唏嘘。沈怀言眼底慢慢浮现嘲弄之意。就在我准备放弃时，电话通了。“喂！”男人低磁性感的声音传来。我呼吸一滞，是陆岩的声音。周围再次安静，我抿了抿唇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陆岩开口：“黎生，说话。”语气霸道，
却带着对亲近人才有的熟人。听到这话，我手机差点没拿稳，不明白陆岩为什么知道是我。沈怀言此时已经收起了笑意，目光幽深地看着我。我支支吾吾地说明了来意，最后不忘加上一句：如果你能帮忙，我会非常感谢。电话那头轻笑：好。什么？我不敢相信，这就答应了？男人耐心重复。我说：好。这次听清了吗？尾音拉长，懒散的声调竟带着宠溺，所有人都听出来了。没人相信，对外一直惜字如金的陆岩，背地里居然是这样的。下一秒，沈怀言的经纪人接到电话，说了几句后，朝着沈怀言点点头。沈怀言的脸立刻沉了下来，怀里的女孩忍不住问：阿言，你怎么不笑了？陆岩似乎很愉快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你想要什么？和沈怀言分手，我们结婚，怎么样？陆岩刚说完，我就立刻挂掉。这家伙不是冷面阎王吗？怎么还是这么不正经？我抬头对上沈怀言隐含怒气的目光。可以了吗？你和陆岩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开口。我没有回答，他又问了一遍，咄咄逼人。我反击：你这样，我会以为你在吃醋。沈怀言闻言一愣，随即轻嗤：离生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女孩正准备给沈怀言喂酒，被他一把夺过，放到我面前，把这个喝了，我就撤诉。女孩脸上闪过异色：阿言，这是我给你的，你怎么可以给其他女人？闭嘴！沈怀言厉声呵斥，眼底是他从未见过的冷意。我喝不了酒，基本一杯倒。沈怀言是知道的，以前就算再怎么侮辱我，沈怀言也不会让我喝酒。这次他似乎是气急了，犹豫片刻，我拿起酒杯一口喝掉，随后剧烈咳嗽起来。沈怀言满意笑了，搂着身边的女孩站起来。我们还有下半场，李小姐应该没兴趣参加，我们就不送了。此时我已经意识模糊，所有人陆续离开，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身体开始燥热，耳边传来脚步声，随后听到几声咒骂：怎么是女的？不是说是男人吗？听说失败了，要被这女人喝了。雇主说便宜我们了，长得不错，身材也很好，我们不吃亏。听到这里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，在两人快要摸到我时，抄起一个酒瓶砸到男人头上，然后拼命逃跑。我视线渐渐模糊，跌跌撞撞躲进一个房间，反锁，身体越来越热，心被绝望占满。哥哥还在拘留所，没有人能救我。最终，我还是给沈怀安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被下药了，求他救我。没想到沈怀言只是嗤笑一声：黎生，别耍这些没用的，就算你在我面前脱光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如果你真被强奸了，那也是你们一家的报应。说完，沈怀言毫不留情挂断电话。我心灰意冷地闭上眼睛，身子发抖。此刻我才明白，有些人的心是怎么也捂不热的。最终，我给沈怀言发了短信：沈怀言，我们分手吧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待在这里，两个混混很快就会找到我，就算不是他们，这里鱼龙混杂，我一样危险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一股脑冲出去，忽然撞到一个坚硬的胸膛，身子一软，结实的臂膀将我搂进怀里。黎生，我面色潮红，抬头看到了陆岩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再次恢复意识时，我和陆岩正在热吻，他的嘴很软，我主动的。陆岩将我重重抵在门板上，强势地加深了这个吻，带着野性的霸道，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就在我要进一步动作时，陆岩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离开了我的唇，耳边是他的喘气声。
陆岩的头埋在我的脖子里，忽然咬了一口，我忍不住轻哼。陆岩呼吸一滞，妈的，黎生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让我当男小三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把陆岩抱得很紧，整个身子几乎都贴在他身上，语气说不出的娇软。我和沈怀安分手了，我中了药，救我是第一次。陆岩放在我腰上的手一紧，我的手还在他的腹肌上摩擦。陆岩又骂了几句粗话，弯腰将我扛在肩上。就在我以为他要往里面走时，陆岩快步往外面走去，上了车，对司机道：“回家，让李医生团队立刻赶过去。”然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我先说明，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不喜欢你，只是不想趁人之危。还有，你在乱动，老子现在就办了你。听到这话，原本还在陆岩怀里乱蹭的我，立刻停了下来。我能感觉到陆岩也忍得很辛苦，可是他的手依旧紧紧抱着我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为什么不去医院？陆岩气息粗重，你想让更多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吗？我无言以对，心里却不再害怕。脑子忽然想到妈妈临死前跟我说的话，我们生生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，而不是只对你好的人。只对你好很容易装出来，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维持一段感情全凭一个人的良心，这或许是他在爸爸身上知道的道理。陆岩似乎一直都很好，高中时他父母因为生意经常忽视他，陆岩便用打架闹事的方法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但是他打的都是地痞流氓，他会帮被混混勒索的同学出头，也会在别人受到嘲讽时第一个出声阻止。每次我帮他补习到很晚，他会默默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家。所以就算他成绩不好，老师和同学依旧很喜欢他。聚会上，沈怀言已经第30次点开手机了。黎生自从那句分手短信后，再没有发任何东西。担心就去看一眼吧。一个女人抽着烟走过来，是杨如，曾经也是沈怀言的追求者，但很早就放弃了。刚才的聚会我没去，但听他们说你挺过分的。沈怀言不屑道：“对他怎么都不过分。”杨如吸了口烟，又吐出：“你明知道这些事怪不到他头上。”沈怀言没有说话，眼神晦暗不明，紧紧盯着那条分手短信。对人家好点，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沈怀言指尖轻颤，语气却漫不经心：“我会后悔。接近他不过是为了收集他爸的犯罪证据，你是不是想太多？”说完，像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，沈怀言丢掉手机，径直走入舞池，和其他人一起跳舞。杨如无奈叹了口气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再次醒来已是半夜，我看到陆岩背对着我打电话，那两个男的留口气就行，打残了算我的。我一动，陆岩立刻转身，随即挂了电话。醒了，我点头。陆岩的头慢慢靠近，我呼吸一滞，以为他要亲上来，没想到他只是把额头抵住我的额头，认真道：“烧退了。”身上淡淡的烟草味，是属于成熟男人的味道，却意外的好闻。他随意解开衬衫的扣子，精装有力的胸肌若隐若现。饿了吧？我去买点吃的。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清淡的，粥可以吗？我咽了咽口水。牛肉面可以吗？陆岩正色道：“不可以。”最后，我乐呵呵地吃着牛肉面，陆岩则嫌弃地搅拌着面前的皮蛋瘦肉粥，面太多，我吃不完。陆岩直接拿过去，几口吃得干净。我支吾道：“这是我吃剩的。”陆岩挑眉：“怎么，嘴都亲过了，还介意这个？”我脸又红了。
头上传来陆岩低沉的声音：“昨天你说分手了，真的？”我点点头。那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抬头对上陆岩痞痞的笑容。此时他手机突然发来信息，我看到了他的手机封面，居然是我和他高中毕业时拍的合照。我只感觉自己心跳漏了一拍，忍不住道：“做你女朋友有什么好处？”陆岩弯腰凑近：“玩命疼你，怎么样？想被我疼吗？”陆岩的长相偏硬朗，却堪称完美。随着他弯腰的动作，性感的人鱼线、紧实的8块腹肌尽收眼底，加上他野性十足的眼神，看得人血脉喷张。我承认，我色迷心窍了。或许是药还没有彻底解除，或许是那张久违的照片。夜半时分，总容易让人放纵。我忍不住抬头吻了陆岩的喉结，薄唇轻启，想。陆岩嘶了一声，黑眸低下是熊熊热火。离生，这次我不会停下来。我伸手抓住他的衣领，向下一拉，再停下来，我会怀疑你不行。陆岩猛地吻住我的唇，侵略十足。后面他确实一直没停，无论我怎么求他，他都不停了，只会在我耳边喘息道：“还没疼完，怎么停？”第二天一早，沈怀言还在和朋友喝酒，接到律师的电话：“沈先生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撤诉了，黎先生已经离开。”沈怀言假装不经意问：“有人来接他吗？”“没有，黎先生是一个人走的。”沈怀言拧眉，按照黎生和黎潇的感情，他不可能不去接。沈怀言突然想到昨天的电话，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急忙挂了电话，给黎生打过去，没人接。沈怀言沉下脸，心里浮现陌生的恐慌。忽然，杨如把一个女孩带了进来，正是昨天沈怀言身边的女伴。杨如咬着烟：“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”女孩颤颤巍巍说完，沈怀言脸色惨白，与之前放纵欢乐的模样判若两人。再次拨打黎生的手机，这次终于通了。“黎生，你别耍花招，我不会上当的。”沈怀言还在嘴硬，电话那头却传来男人的低笑，彻底撕碎了他的伪装。“沈先生，女人还是要看紧点，留了空子就别怪别人钻。”在沈怀言的怒吼中，陆岩挂断了电话。早上起来，我只感觉大腿隐隐作痛。陆岩给我做早餐，抱我去卫生间洗漱，期间告诉我沈怀言打过电话来。我淡淡应了声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中午，陆岩送我来到黎潇的咖啡厅。黎潇一见到我就紧张查看，担心沈怀言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情。在看到陆岩时，明显一愣：“是你？”陆岩倒是自然：“大舅哥，好久不见。”黎潇脸一沉：“谁他妈是你大舅哥？别乱叫。”陆岩也不介意，迟早的事儿。我诧异：“你们认识？”陆岩点头：“高中跟你哥打过一架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”想起往事，陆岩并不生气，毕竟自己高中时候确实不像样。陆岩走后，我忍不住问黎潇：“高中你打人家干嘛？怕你早恋啊？”“怎么可能？他这么野，我是个男的，看了都受不了。你能忍得住？我要不看着，你迟早被这家伙吃干抹净。”我心虚地低下头，不敢说自己已经被吃干抹净了。看完黎潇没事，我便打算回家继续赶图。刚到楼下，就看到了站在树下的沈怀言。看到我，沈怀言原本紧绷的神情松了松。“黎生，那个男人果然是你雇来骗我的。”“也是，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忍受别的男人碰你？”现在再看到沈怀言，我只觉得陌生。之前对他仅存的爱恋，也在他昨天的绝情中消失殆尽了。我打算无视他，却被他抓住手腕，拉扯间，
沈怀言看到了我脖子上的吻痕，整个人怔住，愤怒质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黎生，你真的让他碰你了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：“我的身体怎么使用是我的权利，与你无关。”沈怀言双眼通红，带着浓烈的怒火：“你怎么这么贱？”我冷笑：“什么是贱？你可以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和别的女人亲密，而我只是在分手后继续寻找自己的幸福。要说贱，沈怀言，谁更贱一点？”沈怀言，你已经报仇了，我和我哥的人生不应该再为我爸的错误买单。更何况这个父亲从小就没管过我们，我们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。我表情平静且笃定，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闻言，沈怀言笑了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从大一就缠着我，到追我的时候卑微到极点，这样的你可以说不爱我就不爱了吗？沈怀言原本自信的笑容在对上我坚定的眼神时僵住了。那些不可以的人，只是因为被伤得不够深而已，我无意再纠缠。转身上楼，沈怀言再次拉住我，忽然手机掉了出来，亮起，手机封面竟是陆岩的腹肌照。之前明明是我和沈怀言的合照，一定是陆岩昨晚自己偷偷换的。沈怀言彻底愣住了，看着我的眼神闪过受伤，随即咬牙切齿道：“黎生，我并不是非你不可，你不要后悔。”看着沈怀言离去的背影，我发现自己心里并没有多难过，更多的是解脱。回到家就收到陆岩的微信：“到家了吗？”我挑眉，没想到陆岩把微信也加了。我回复：“嗯，我手机壁纸是你换的。”陆岩，多看看，提高眼光，就不容易看上人渣了。谁年轻的时候没看走眼过？这次陆岩发来的是语音，我点开，我就没有。老子喜欢的女人一直很优秀，嘴巴也嫩得可以掐出水来。我脸一红，不再回复，心里却意外的不讨厌。收拾心情，想到自己还有几幅画没画完，便又立刻投入创作中。自从家里破产，很多债务都压在了哥哥身上。我因为刚毕业，画的画不值钱，所幸我从高中就开始画画挣钱了，结识了很多富太太，他们的酒店、餐厅都需要画，不用多有名气，只需要便宜好看，我就都接了下来，只想能够赚更多钱。后面几天我都没有出门，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。陆岩会经常给我发微信，控诉我把他吃干抹净后就晾在一边了。有次直接来给我送晚餐，因为家里太乱，我没让他进去。陆岩直接在门口吻上了我，带着满满的欲望。男人身上的荷尔蒙太过强烈，亲得我腿软站不住。最终，陆岩还是恋恋不舍松开。等你忙完了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而沈怀言最近身边女人一直换，几乎来者不拒。我和他的共同朋友频繁找我，问我们俩怎么回复，我都没有回复，还顺手拉黑了几个不熟的。严哥，我也被拉黑了。男人有些尴尬地看着面前的沈怀安，谁也没想到这次黎生这么坚决。沈怀安盯着自己手机里醒目的红色感叹号，忽然将酒杯用力砸到地上。以后谁也不准找黎生，谁找我跟谁没完。说完，面色铁青地离开了。大家都不明白沈怀言为什么生气，只有杨如淡淡开口：“别管他，见男人一个。”终于画完最后一幅画，我瘫坐在沙发上，长长松了口气，休息了一下，便起身去陆岩公司找他。今天约好一起吃午饭，我也有事情想跟他说。没想到在办公室看到了沈怀言和他经纪人，他们似乎在商量合作事宜。
沈怀言经纪人一脸无奈：“李小姐，你追的也太紧了吧？知道怀言在这里就跑过来，我们今天是有正事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陆言先开口了：“恐怕你误会了，生生是来找我的。”随即走到我身边，在我嘴上亲了一口，温柔道：“我还在工作，你先去休息室等我一下好吗？”经纪人吃惊的目光在我们三人之间流转，我点点头。离开前，我看到沈怀安双手紧握成拳，门再次被合上。陆言淡淡勾起嘴角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需要快一点，女朋友在等我。”沈怀言也牵强一笑：“没关系，不过陆总速度够快的，就是不知道你对自己女朋友的过去是否了解。”听到这话，陆言神情变得森寒：“他的一切我都知道，当然，我也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他。”随即，陆言眼神染上嘲讽：“沈先生，靠女人才能报仇，真够没种的。”沈怀言脸上青筋突起。我在休息室看电视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开门声，好像是沈怀言离开了，随即是经纪人不断鞠躬道歉的声音。没一会儿，陆言进来了，我正看到精彩处，没有理他，没想到他直接将我抱起，跨坐在他腿上，重重亲了过来。我本能往后躲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掌扣在我的脑后。陆言贪婪地搜取属于我的气息，松开口，我瘫软在陆言怀里喘气，他则闷声开口：“他刚才看你的眼神，我不喜欢。”我笑出声，揉了揉他的脸：“你是小孩子，这么幼稚。”陆言意犹未尽，伸过脑袋还想吻我，被我挡住。我肚子好饿。陆言深吸一口气，等到身体慢慢平复，才放开我。我们去吃了烤肉。我告诉陆言要参加美术比赛的事情，因为主题是青春，所以我想画我们高中毕业那张合照。这个比赛是经纪人陈姐告诉我的，对于是新人的我来说意义很大。陆言点头：“你的青春不画我，还能画谁？”我笑道：“还有很多呀，小猫、小狗、学校，或者是我们高三的数学老师。”刚说完，陆言就生气地在我嘴巴啄了一下：“在你心里，我连地中海都比不上。”地中海是以前班里给数学老师起的绰号，说不定你到那岁数还比不上数学老师呢。陆言凑近我耳边：“放心，就算到那时候，我依然可以让你受不了喊停。”我脸一红，把他推远了。陆言又不要脸地凑过来。后面几天，我专心投入比赛，陆言似乎也变忙了。在比赛约定交稿的最后一天，我终于画完，交给陈姐，立刻给陆言打电话，想和他一起去看之前说的电影。这么多天没见，我好像也有些想他了。可是陆言还没忙完，电话那边很吵，他只是匆匆告诉我他在忙，明天再陪我后就挂断了。我还没来及说两句，心里有些失落，但还是告诉自己要理解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我没等来陆言，却在下楼扔垃圾时看到了沈怀言。他似乎在这里站了很久，看到我后立刻站直身体：“怎么没跟你的陆总在一起？”我不打算回应。沈怀言继续道：“也是，人家正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怎么有空理你？”我停下脚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沈怀言拿出手机，已经上热门了。对方是林氏集团的千金，里面是陆言扶着一个女人去酒店的照片，两人靠得很近。沈怀言嘲讽道：“黎生，醒醒吧，陆言就是跟你玩玩，你觉得他会跟一个罪犯的女儿认真吗？他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。”我抬头看向沈怀言：“所以你现在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？”沈怀言语噎：“你不会想要告诉我，在我离开后，
你才发现自己对我的感情吧？沈怀言脸上带着被戳中心事的难堪，低声道：“黎生，我承认你在我心里是有一点地位。这些天你做的这些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看清自己的心吗？我以后会对你好一点，努力忘记我们之间的仇恨。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身份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。”我好笑摇头，后退一步，和沈怀言保持距离。沈怀言，你知道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每天要面对多少条这些新闻吗？我和你分手，与其他无关，只是因为我不爱你了。就算我不和陆言在一起，也永远不会再跟你在一起。说完，我把垃圾扔了，头也不回地上楼。陆言的新闻似乎又把我带入了以前面对沈怀言绯闻的时候，难过、伤心，甚至还有对自己的嘲笑。或许沈怀言说的没错，我和陆言并不相配，他也从来没说过爱我。始乱终弃是必然定律，富家公子的玩笑，我怎么就当真了呢？这时手机响了，是陆言。我接起，那头传来陆言开心的声音：“某人昨天不是说想看电影吗？我现在就在去找你的路上，电影票已经买好了。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。陆言，我们算了吧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陆言又打了很多电话过来，我都没接。很快，陆言来到我家门口，拼命砸我家的门，是有一种我不开门，他就把我家门拆了的感觉。我本打算假装听不见，奈何邻居出来投诉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出来。看到我，陆言脸上带着喜色，生生，你是因为看到网上的新闻吗？我刚刚才知道，我可以解释的。陆言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打断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们只是普通同学。几个字把陆言所有话都堵住了。普通同学，黎生，老子这些日子对你做的事情，你认为是普通同学会做的吗？那些不代表什么。成熟男女做什么都很正常。陆言冷哼一声，那李小姐还真是开放。沉默片刻，陆言声音发涩，你这些日子就没喜欢过我？我眼睛死死盯着陆言的脚，没有回应，眼眶已经被眼泪占满。没过一会儿，陆言的脚消失了，我听到了他离开的脚步声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我们的结局。也好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由眼泪滑落。就在心慢慢被难过淹没时，身体突然被束缚进一个有力的怀抱。陆言又跑回来了，用力抱住我，嘴唇靠近我耳边。我不信，你明明爱惨了我。我伸手想要推开他，陆言将我箍在怀里，低头热烈地吻上我的唇，不容拒绝。这可是他发誓要一辈子保护的女孩，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陆言将我抱回家里，坐在沙发上。再次恢复理智时，我原本推拒的双手已经环住了男人的脖子，自己正在回吻。这样的认知让我一下子惊醒，一把推开陆言，对上陆言得意的目光，只觉得这男人实在太犯规了，无论是长相还是身上独属于男人的荷尔蒙，都太容易让人沉浸。陆言放开我，我立刻从他腿上下来。你可以打电话给你哥，就会知道我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了。我疑惑地看向陆言，不明白这件事和我哥有什么关系，但还是拿出手机，看到了哥哥的转账信息。这些日子我给他转的还债的钱，他全部都退回来了。我立刻打电话问他，才知道我们家的问题，陆言全部解决了。而和陆言一起被拍的林家，是我们家最大的债主。陆言只是和他商量相关赔偿问题，当时我哥也在。后面林氏千金和我哥都喝醉了，陆言把他们一起送去酒店。
狗仔只拍了陆岩和林氏千金的照片。挂完电话，我拿着手机不敢抬头。陆岩靠近我，轻声开口：“还想跟我划清界限吗？”普通同学。我撇了撇嘴，这家伙还挺记仇，不打算哄哄我。陆岩再次开口，我闭上眼睛，抬头吻上他。陆岩眉眼含笑，搂过我的腰，很快反客为主。我尽力配合，最后溃不成军。我羞怯地喘息着：“够了吗？”陆岩声音沉沉：“不够，老子这些天每天都在想你，好几天没睡觉。事情解决完，第一时间来见你，你就这么伤我？我还想和你做一些成熟男女会做的事情。”说完，陆岩将我拦腰抱起，走到房间里。情到深处，陆岩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黎生，我爱你，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爱你。”第二天，我们俩拍了照片，在各自的朋友圈官宣了，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。下午，我接到了杨如的电话，说沈怀言看到我们的官宣内容，气得把手机砸了，现在手被划出一个大口子，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。电话给到沈怀言，他似乎喝了酒，语气哽咽：“生生，我疼。”我直接拒绝：“不好意思，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，我男朋友会吃醋的。”陆岩听到后，满意的哼了几声。后面的日子，陆岩似乎一下子闲了下来，每天都黏着我，只要我一烦，他就会略带委屈说：“果然普通同学就是这样，玩完就腻了。”弄得我一点脾气也没有。而我参加的比赛也有了结果，我得了第1名。陈姐听起来比我还兴奋：“黎生，我就说你行，你可是我这些年见过画画最有灵气的。”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我也对陈姐表示感谢，当初是她排除众议，坚持要带我的。领奖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沈怀言，他作为颁奖人出席，手上还缠着绷带。颁奖仪式结束后，几个前辈围在我的作品面前不停地夸奖。忽然，一个前辈说道：“小黎，这画上的女孩是你吧？那这男孩是谁呀？”“是我男朋友。”“是吗？难怪了，你画得这么好，原来画的是自己的爱情故事啊。”我笑着点头，眼睛里满是幸福。“你们看起来太般配了，是不是？”怀言。站在一边不说话的沈怀言突然被提到，勉强扯出一抹微笑：“是啊，真的很般配。”随即又深深看着我，因为以前的我曾说过，如果要画人，我的画里只会出现沈怀言。活动结束后，我收拾完东西，准备去门口等陆岩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他说会给我一个惊喜，却在走廊遇到了沈怀言。沈怀言开口：“生日快乐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以前我的生日他从来没在意过，现在分手了反而记得清楚了。“生生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。你离开后，我每天脑子里都是你，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。我几乎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会好好爱你。我记得你之前一直想让我陪你去山顶看星星，现在我想陪你去了，你还愿意吗？”沈怀言想要拉我的手，被我侧身躲过。我不会忘记曾经的沈怀言为了耍我，大冬天把我一个人骗到山顶，吹了一夜冷风。下来后，我在医院发烧了1天1夜。此时对上沈怀言期盼的目光，我只是开口道：“沈怀言，你真可笑。至于看星星，我已经找到那个愿意陪我一起看的人了。”眼角看到陆岩的车，我不再理会沈怀言，连再见也没有说，立刻跑出去，一下子扑进了男人怀里，自然也没有看到沈怀言被我拒绝后发红的眼眶。当晚，陆岩向我求婚了，我答应了。余生，我会和这个男人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